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主播小陈。本期主要内容：不要再误判2022年楼市，有买房打算的家庭建议看看3条忠告。进入2022年4月份，随着放松楼市调控政策的城市越来越多，很多准备买房的家庭又开始不知所措，不知道到底该买房还是继续等待了。在2022年，到底该不该买房呢？要知道，2020年开始，很多家庭就已经在不断推迟购房计划，所以一些真正的刚需家庭已经不能继续等待了。那么，在2022年到底要不要买房？如果买房需要注意什么？房价走势到底如何？这可能是目前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。目前，楼市行情正处于一个转折阶段。有的城市房价还在继续上涨，有的城市房价还在持续下跌。更重要的是，就算是同一个城市，房价分化现象也非常严重。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放松，有的区域的房价已经出现了反弹上涨，有的区域房价还在继续下跌。对于准备买房的刚需购房者来说，面对现在分化严重的房价走势，他们也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。如果选择不买房，继续等待观望，他们担心房价再次反弹大涨；如果选择买房，他们会担心房价下跌，自己成为高位接盘者。那么，刚需购房者到底该如何选择？这个问题目前可能没有标准答案。但是在现如今的楼市行情下，人们到底怎样做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不要再误判。2022年高层对楼市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。最近几年以来，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持续收紧，房价上涨的势头已经被慢慢遏制了下来。特别是2021年上半年，金融调控政策的再次收紧，直接打破平衡。随着房企和投资客资金链越来越紧张，在2021年下半年，房价终于迎来了下跌。在2021年9月份，新房平均房价和二手房平均房价均迎来了6年多以来的首次下跌，并且在10月份再次迎来下跌。在房价下跌的同时，人们越来越看跌房价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保持观望，最终就导致了目前楼市的这种行情。房价虽然下跌了，但是房子依旧不好卖。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，看跌房价的人越来越多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再看好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，并且看跌房价走势。大部分人都误判未来房地产行业的走势了。不可否认，现在房价下跌了，房子也不好卖，新房和二手房都面临着高库存和卖不掉的情况。但是房地产行业毕竟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，特别是在部分城市和部分地区，房地产行业更是经济发展的龙头支柱。而目前，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非常高，特别是房企，大部分房企都是高负债、高周转的经营模式。随着金融调控政策收紧，房企们不仅融资受到了影响，同时卖房子回笼资金也受到了很大影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来越多的房企资金链断裂，导致房企出现经营异常甚至破产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一个房企经营出现了异常，那么这个房企背后的楼盘就会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的风险。不管楼盘是延期交房还是烂尾，都会侵犯购房者的合法权益。因此，为了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，在2021年，央行第3季度例会提出了2个维护，即维护楼市的稳定和维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。另外，在2021年下半年，全国超过20个城市出台限跌令来遏制房企恶意降价、恶意竞争，其中不乏哈尔滨、天津和昆明这类种大型城市。而进入2022年以来，全国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出台了救市政策。这些政策不仅有放开限购限售政策和降低首付比例，
还有很多城市降低了房贷利率，一些城市首套房的房贷利率已经降低至4.7%。高层定音，楼市新变局释放出了两重信号，房产的稳定依然是牢不可变的基本目标。虽然最近几个月各地都已经放松的楼市调控政策，但是房住不炒依旧是楼市调控政策的底线。因此可以看出，目前的楼市调控政策就是为了稳定楼市的。楼市火热时收紧楼市调控政策，楼市行情差时放松楼市调控政策。对此，住建部部长王蒙辉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，要建立热点房产的预警机制，落实城市差异化调控机制。前不久，住建部还提出，对于城市调控不力，导致房产过快上涨的，要坚决予以问责。买房不再是唯一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，房子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。由于房子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挂钩，所以过去人们必须要通过买房来解决住房问题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今后国家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。住建部部长王蒙辉对此表示，今后要实现住有所居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让所有具备住房需求的人都能够轻易解决住房需求。目前房价非常高，低收入家庭根本就买不起房子，而通过建设共有产权房、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，就可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。另外，租赁公租房、廉租房和人才公寓也能解决很多人的住房问题。从以上可以看出，国家正在稳定楼市，所以房价很难再继续下跌下去。相反的，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放松，1、2线热点城市的房价大概率会出现反弹的情况。当然，对于房价已经严重偏高和人口不断流失的3、4线城市，房价大概率会继续下跌。因此，2022年楼市行情已经出现了转折点，同时也已经出现了分化现象。为此，对于准备在今年买房的刚需家庭，建议提前看看这3个忠告。第一，买房不一定挣钱，反而亏损概率会越来越高。买房就能挣钱，这是过去很多人对房子的共识。但是现如今楼市行情已经变了。首先是目前我国房价已经严重偏高，平均房价就已经在万元以上。根据上海易居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前70城和100城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分别为9.2和13.3。这么高的平均房价收入，意味着我国房价已经严重偏高。其次，我国的住房资源已经严重过剩，不仅总体住房资源已经过剩了，同时在新房和二手房市场都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。最后，人们的购房观念已经转变了，随着房住不炒慢慢深入人心，现在人们买房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居住。另外，房住不炒依旧是目前楼市调控的底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是1、2线热点城市的房价也很难再继续大涨了，最多是稳定上涨。因此，现在买房不一定挣钱，相反的亏损的概率会越来越高。第二，暂时不建议购买人口严重流失的3、4线城市的房子。从长远来看，对于1、2线热点城市，由于这些城市的经济比较发展，就业岗位比较多，所以能够吸引人口持续流入。人口增加，人们对住房的需求自然增加，房价也会因此而继续上涨。所以，现在建议在1、2线热点城市买房，特别是刚需购房者，早买早居住。而对于人口严重流失的3、4线城市，目前房价正位居高位，并且这些城市的房价目前也正处于下跌的行情，所以暂时不建议购买这类城市的房子。第三，建议购买二手房现房。如果购房者选择在最近2年买房，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二手房现房。目前二手房不好卖，相比于新房期房，
现在二手房的价格也有一定的优势。更重要的是，二手房是现房，周边基础配套设施、绿化环境、物业服务水平和房子质量都看得见摸得着，并且买了就能居住。新房大部分都是期房，而目前大部分房企资金链都非常紧张，这导致目前很多楼盘都处于停工状态。因此，现在购买新房期房，楼盘延期交房和烂尾的概率会比过去高很多。另外，一些房企为了加快工期和提高利润率，就算在施工时偷工减料，最终受伤的还是购房者。结合目前的楼市政策来看，楼市不会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不行了。今年楼市行情大概率会回暖1、2线热点城市的房价反弹上涨的概率很大。所以说，不要再误判2022年楼市。2022年首批集中供地地块质量提升，供地规则或改善。2022年年初，部分城市陆续开启本年首轮集中供地。此次供地中优质地块的推出数量明显增多，例如福州市主城区供地面积占比较2021年第3批小幅增长，合肥市的老城区、庐阳区的供地块数较2021年第3批增加3宗，厦门市此次供地近一半地块位于岛内，武汉此次供地的7宗地中有5宗位于核心城区等。且此次集中供地，各城市普遍改善供地规则，例如取消销售限价、上调销售指导价、取消净自持及配件租赁住宅等，为房企留出更大的开发利润空间，有望提升房企的拿地热情。从已完成2022年首批集中供地城市的成交结构来看，此轮供地相较于2021年第3批集中供地流拍率整体呈下降趋势，北京、厦门、重庆、武汉的处县成交地块占比提升，但是此轮供地成交热度并未恢复到2021年第1批次供地的水平。随着未来更多城市推出更多优质地块，土拍规则改善，进一步提升房企开发利润空间，销售行情见底回升，本年内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望得到进一步提高。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您对各地房产资讯感兴趣，欢迎订阅，每天接收最新的行业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